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一只树脂，这个名字我觉得有点难念呐，我都叫它 PC 树脂啊，因为它名字是 PCGF Like。那我不知道 GF 是什么东西。那 PC 的话呢，我是想到说模型的话，以前都有这种东西嘛，它都会一个 PC 嘛，那可能是这种东西。可是它的特性呢有点不大一样。那这一只树脂呢，我本来是拿来印那个。就是说一些夹具啊，或是说一些电脑机壳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是电脑机壳里面的，我放那个 SSD 的部分。因为现在的话呢，现在的主机板通常都是偏向 M2 为主，所以如果说你去看新的机壳的话，通常他们旧的 SSD 能够放的数量不是很多啦。那现在开始往 M2 跑嘛，所以你会看到 M2 资源的量会变多。它的特性就是这样子。印起来就这样。这个是我拿来做那个，就是夹桌子的那种桌板的那种，旁边立起来一根那种。那因为我桌子比较旧啦，所以我先前的夹具长度不够，所以我想说用这个来印印看。那这是印出来的结果。那当然强度也是有的。那你看要往里面搬也是。所以如果说要拿来做一些字句的，应该是可以啦。然后最后就是我拿来印的这个是那个 UV 灯啊那因为我现在用的那种 UV 灯啊，我一开始最早用的是美甲灯，就是那个一个很大型的美甲灯。那后来我用这个，可是后来我每次拿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烦，因为我每次都要这样拿着。所以我就发现说，这家公司它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灯，可是少了一个这个。当然它原意不是给你这样用的啦。我只是说我用这样做的话，我变成说我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启动。我要印就说我要固化一些东西会比较简单一点。这是我一开始买这支料的主要用意。后来因为我现在有留下一些料嘛，所以我就想说就可以来做一些模型的测试。Hello， 大家好。那刚才讲了我买这支料主要用途之外，那现在讲一下在模型部分的测试。那因为其实我是用剩下的在料槽里面的一些树脂去印的啦，所以呢，先来看一下这个。它其实有点透明状，有点透明状。那这个是利用那个 3D 列印机它的那个料槽清理功能去印出来的。我本来是异想天开，想说，如果是 3D 列印机它料槽清理功能呢，底下可以帮你印一层很薄的东西呢，那是不是可以拿来做一下应用？这是测试的结果。那一开始印出来是平的啦我放在让它自然干燥以后，它就会卷曲，会有点变形，不过呢，这个我本来是想要说，就是印一种很薄的，然后呢，我可以去把它切割嘛，我把它用剪刀把它剪开来，那可能去做一些其他的用途。因为它有一点耐热，然后又有一点，应该讲是一般讲的塑胶布吧，讲塑胶布，因为它其实不会说完全是软的，它还是有一点形状在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是关节的部分。嗨，大家好。那现在来测试关节的部分。那测试的就是这个。那这个是我先前的影片所测试的时候的。先前的影片呢，我在测试那种不会出粉的树脂。那这一支3500是不会出粉的。这一支呢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呢可以就有机会来测试一下。好，我先把它放大一下。
当然这个会出粉啊，可是这个出粉的状况其实不是很严重。好，那等一下就再下一个测试。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进行下一个测试。那这个是50 μA 印出来的，那这是设定20 μA 的，然后这个也是50 μA 的。那我现在把它放大一下。这个50 μA 的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出来它的精细度。那这是20的。那这一支呢，我是觉得它应该比那些高解析树脂可能会状况会差一点点啦，可是好像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等一下我们就把它上色，然后再来做一个比较。嗨，大家好，那这次用这种来喷，那这是50的哦。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现在漆我把它上好了。那我用的是这个哈，它这个的话是改良前的版本哦，不是改良后的版本。先跟各位讲一下。那这个的话是50 μA 的，那这个是20 μA 的。好，现在把它放大一下。那你看这个啊，这50的哈。那这20的，因为相机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拍出来，不过我可以跟各位说，就是说你在这种比较细的地方啊，你如果要跟这个比的话，是看得出来有一点沉稳的，这种地方跟这里，那这个的20 μA 的，它就是比较光滑，它整个是比较光滑的。啊，当然，另外一个比较呢，则是在这个地方。我先拿一支好了。在这种地方啊，它有那个孔隙的部分，它这个地方的孔隙，就这种很小很小的细孔，它出来会比较漂亮。啊，再来就是说这一支料它其实不是高解析树脂啊，它其实强调不是高解析，但是有这样的品质，我觉得已经超乎我预期了啦。好啊，等一下就做个小结。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个小结。那我一开始我用这支料主要是拿来做夹具，或这些字具啊。那因为我测的时候，我发现它好像它粉不是很多啦，所以我想说就拿一模型试试看。啊，这是机壳里面的 SSD 的插槽。然后呢，就是这个。那我一开始的时候会用这支料，就是因为这个的关系啦。啊，后来我想一下我这个为什么这个装卸上没有磨出粉来？那后来我想一下，应该是这个我就有上过漆了，所以它其实这样简易的拆装，其实它没有粉啊。
可能是这个原因啦。好啊，这一支料呢，因为我就算它会出粉，我不是觉得很在意，因为像我们以前啊，像这种 PC 零件啊，我不知道现在的模型应该比较少见了啊，可是以前这种 PC 零件啊，你用在模型上面，你就会发现它会软腰、软脚，然后再来就是肩膀会下垂，手举不起来，所以这种 PC 零件其实本身它使用久了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它这个如果有一些粉，我觉得无所谓啦，好啊，刚才的那个装起来呢，就是像这样子。不过呢，我要跟各位说，如果说你要用这支料的话，你想要做这种组装的模型的话，我觉得它这个组的手感跟那个兽物的六角鸡的那个摸起来的感觉很像，可是它的那个强度好像还不大够，因为像我这个啊，我这是固化30分钟的，所以如果说你要让它维持多一点韧性的话，不要固化那么久。我这固化30分钟，这么小一只固化30就我在拆装这边就裂掉了。不然的话，这种装起来这种手感我觉得很不错呢。当然，如果说你要跟那些什么高解析树脂比的话，可能不够好。可是我这样装起来，它的稳定度整个都够。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啦。如果说喜欢这种小型的那种可动人形，这个也可以参考。这一支是20 mm 的那50 mm 的我没有煮，这是50 mm 的还在，我只是先试煮一下这个。好这边就是我的参数。那如果说各位想要拿这支料去印那个20 mm 的这个参数可以参考看看。只是说如果说你要做这种组装的话，可能你的那个二固的时间要短一点，因为我二固时间呢，我先前这种东西呢，我都是不管37、21，我就用预设30分钟。可是如果说你要可动的话呢，你想要维持它的韧性的话呢，可能就是固化时间要短一点。这样它可能如果说你要做这种比较短的这种地方比较不会裂掉啦。其他地方是没有问题啊，你看这都是好的，都是好的。至于说那些粉的话呢，我觉得像它出粉量那么少，你可能一开始你的组装的时候你有上过漆的话呢，就会好很多了啦。就是说你先上一层保护漆，然后再装起来，效果就会像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了，真的很接近市面上成品了。以上就是我的介绍。